让开！认真说来，我们已经间接的打过很多次交道了，但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的相见吧。影宗宗主，易卜先生，你是暗河的大家长，苏昌河。正是。暗河打杂人苏昌河，奉苏家家主苏沐雨之命，在此留下你的姓名。即便知道对方所有的情报又如何？他还是天下第一，你们还是对付不了他。你方才放下的那一个卷轴，值100两黄金。你还没走？爷爷让我留下来，他说你或许需要我的帮助。我不要你的帮助。你想看的东西，我可以帮你寻到。白小堂。剑心种，暗河。是的，暗河的情报全在这里。我猜，这便是你要寻找的东西。但我也不确定你要找的这里是否都有，毕竟影宗不是万能的，不然天下白小就不会是白小堂了。这些都需要密石才能打开，而密石藏在我阿爷家中。我有。看来你早就做好了准备。我曾以为，只要拿到这2把钥匙便能得到答案。后来发现，以影宗的态度，必然不会让我们进入其中，反而还会暴露目的，而被他们以此要挟。于是我和昌河便提前制定了这个计划。看来你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。
怎么？落了些东西，在这儿等我。苏沐雨受了重伤。三爷，找机会在苏沐雨背后射出一箭，改变今晚这场战斗的结局。你去寻了什么东西？这就不便与你说了。把这栋楼都烧了吧。烧了，整栋楼。对。方才露出的破绽，是故意的。不愧是影宗宗主，还是有几分实力的。我差点就输给你了。一切终于都结束了。你们到此的目的，是为了……你放心，我们来这里并无任何目的。萧昭言是我妹妹，她在这里，也是因为当年我拜托大家长安排的。原来如此。那我便不打搅各位了，告辞。这人还真是有趣啊！他知道了我们的身份，略微有几分惊讶，但是剩下的就是想离我们远远的。这里的人最怕的就是又和暗河摊上关系。像邪墨叔叔这样隐退的人不在少数。若是将他们重新收回暗河，也是一股可怕的战力。所以他知道你们的身份后，确认你们不是为他们而来，便立刻走了。若是为他们而来，便是会有一些麻烦。哎，不说了。你不是说顿顿有肉，餐餐有酒吗？肉呢？酒呢？自家酿的烧酒，烈得很，你敢喝？千杯不醉。你居然敢在大白天来舅舅府上求降，说明你已经说服了三家之人。是的，爷爷他们已经答应跟殿下合作了。很好，识时务者才为俊杰。义卜若能明白这个道理，也不至于落到这个下场。而你做了对的选择。从少时起，我便奇怪，为何影卫们可以来去自如，而我们三家却只能守在万卷楼周遭，做他义卜，做他影宗的后院守卫。直到我看见了苏沐雨，我才明白我这些年的不服不愿，
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苏沐雨他不甘心做影宗的影子，难道我便甘愿吗？爷爷他们老了，而我却年轻，而年轻者便是敢于闯出旧天地。大皇子殿下，我愿做一支利剑，等待您松手离弦之日，助我之声名响彻天下。到那时候，再瞧瞧，是江湖木鱼里的剑厉害，还是朝野风云中的剑厉害？好，很好。对了，那一晚，他们二人已经带走了属于自己格子里的那份信纸了吧？带走了。很好。暗河易主之后，易卜就命人将里面的东西都取走了。大皇子给他们的是假消息吗？不，自然是真的，甚至可能比原来的那一份还要更加详细。因为消息是我很多年前从白小堂手中买过来的，那时的白小堂还并没有被琅琊王的势力所染指。殿下为何要帮他们？因为很快他们就要帮我了。雨墨姑娘，替我关注一下天启玄武使的动向。我跟他有过约定，不过昨日我去内卫司，他们的人说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了。如果有他的消息，他回天启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哦，是。什么千杯不醉啊？才一碗老烧酒就醉倒了。昌河有一个神奇的能力，想喝醉时一杯便醉，想清醒时，即便你把整个村子的酒都搬来，那也是千杯不醉。那他今夜为何选择一杯就醉呢？因为他知道，有些话我要和你单独说。什么？我在天启城的万卷楼中找到了当年的隐秘，也知道了吴建成覆灭那一夜涌入城中杀手的身份。是谁？安和。真的是安和吗？当年安和奉命派出杀手就是3名，协同卓玉洛的几名亲传弟子，发动了吴建成之乱。卓玉洛全家上下67人，唯有年幼的少主存活。圣河大道士被安和所擒。吴建成少主天生剑体，苏家家主垂涎其天分，故特地安排进入炼炉，以无名者身份培养，以待日后成为苏家战力。是，我一直寻找的罪魁祸首，原来就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。动手的杀手就是3名，存活下来18人。这上面的名单我都看了，每一个是我熟悉的，因为他们都在日后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被杀害。你可以看看。
大家长，炎龙剑。炎龙剑怎么会在这儿？暗河历任大家长手里都掌握着2把绵龙剑，2把剑由同一块云铁铸成，唯一的不同是我手里这把剑还藏着暗河的秘密。交给你的那把剑，若是苏晋辉当真能握住，那就等他平定了暗河的动乱，届时我会将这把剑也交给他。如果他握不住，那么那把绵龙剑必将会彻底燃起3家家主的野心，而这些人终将会被他们自己的野心所吞噬。只有当他们退了，那些更有希望的年轻人才有上位的机会，才有摆脱控制的可能。他这么厉害，一定知道这把指尖刃不见了，也知道是我拿的，但是没有管我要，那就是默许了。那这算不算定情信物？你醒了？你怎么才回来啊？出去这么久，我都要饿死了。好了，就自己下楼吃饭。谁说我好了？我还需要人照顾呢。我这身子还没完全恢复，要不你喂我吧。今日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？好好吃饭，别说话。我知道了，你要走了。我迟早是要走的，更何况你的伤也好的差不多了。
你来了。老爷子知道我要来。你很像我年轻的时候。老爷子年轻的时候，就这么不是个东西了吗？你似乎很不喜欢表现出自己最真实的样子，是怕被人看穿吗？以前的你一直被我压着，不敢冒头。如今我的锐气已去，是不是觉得自己的机会到了？老爷子既然这么喜欢算计人心，那不如算一算，我进来是打算做什么？你想要苏家家主的位置。苏长河，你只是无名者，无名者苏沐雨没有继承大家长的资格，你也一样没有继承苏家家主的资格。唉，被小瞧了呀！区苏家家主之位，我苏长河看不上。我要做的，是一件暗河几百年来从未有人做过的事。我要实现的，是暗河所有人都无法想象的宏愿。我要改变暗河。好，长河，你的寸之剑的确厉害，但想胜过我并不容易。我的剑虽然断了，但我依然是苏锦辉。五爪之虎，无尽之龙，不在话下。好身上，当年若不是我苏家，你们俩早死了。鬼窟渊是沐雨背着我爬出来的，大家长那一剑是他自己接的。我们毫无选择地进入了暗河，但我们会自己踏入彼岸，而你是旧时代的义务。你受了内伤，不是我们的对手。苏长离，暗河的天要变了。邱叔是不是在想，如果出来的是老爷子就好？你执行过那么多次天字级的任务，每一次出手都定有必胜的把握。想必你等这一刻也已经等了很久了，而这一次的结果，也定和往常一样。邱叔还真是了解我，真是令人感动。我花了整整6年的时间集结起了这个组织，它的名字叫做彼岸。彼岸？你想改变暗河？没错，跨过暗河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有黑暗，而是光明。听起来很振奋人心，不是吗？邱叔是本家族人，从出生开始
便当做一个刺客来培养。当真会有人愿意作为一个杀人的工具而出生吗？为什么世人能沐浴阳光，而我们三家的族人却只能居于黑暗？难道你真的没有想过要改变这些吗？我自幼被迫学习杀人技法之时，自然想过这些问题。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我的双手早已沾满了鲜血，又有何脸面去谈改变这些？是啊，所以我虽然觉得你是我的同道中人，却没有将这戒指送给你，是因为我觉得你虽有觉悟，但你早就已经丧失了勇气。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还年轻，就像那小说话本里说的，我们正当年，我们离那个热血沸腾的年纪还不算远，我们还记得未曾远去的少年之心、少年之志。既然我们胸腔当中还有少年之心在跳动，那便不惧、不悔、不服。你杀了老爷子吗？却说，你是个不错的人，是在这个污秽不堪的暗河之中少有值得被尊敬的。新的暗河不再需要苏静，他没有死，你带着他离开吧，好好活着吧。或许有一日，你再在江湖上听到暗河的名字，会有一些惊喜。好，我等着。再见了，休说。大哥，苏家其余弟子已被控制。为什么不杀了他？是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接下来有什么计划？是去穆家那里择机出手。苏沐雨去哪儿了？宇哥回了朱巢。那我们就去朱巢。炎龙剑被穆慈灵带走，现在在穆家手里，我们去朱巢又有何用？如今谢家已经去围堵穆家驻地了，我们何不趁他们两败俱伤之时抢夺绵龙剑？必安成立那天起，我们便在为今天做准备。你身为我们的首领，不应当这个时候徇私，去保护你兄弟的命。你说什么？大战在即，不要起冲突。你若杀了我，又何谈新的暗河？你难道现在还想将大家长的位置留给他吗？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依据苏沐雨的性格，除非他死了，不然无论如何都会把那把剑追到手。他既然选择没有去追穆慈灵，而是回了朱巢，那就说明那把剑一定有问题。也就像谢霸那样的傻子才会去跟穆家拼个你死我活。你如果也这么蠢的话，那你就去陪葬吧。既然如此，说清楚就好了，何必这样？大哥，另外，有句话你确实说对了。苏沐雨这条命我还真就保下了，任何人都可以死，唯独苏沐雨不行。不行就是不行，除非
回大人，有消息。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，作飞花。本以为这个冬日已经结束了。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呐，每年等待着的便是这冬天赶快结束。可偏偏冬日已逝，又下了一场雪。暗河，天下第一的刺客组织，在朝能杀高官贵胄，在野可灭江湖大派。是非不分，好坏不论，善恶难辨。你执掌这样一个组织30年，应该很累了吧？我已经是个老人了，若不是因为一些执念，我会觉得我身上的血已经冷了。30年前，你我大战一场，不分胜负。我们约定，我要回去执掌暗河，你要辅佐唐老太爷重振唐门，直至30年后再一决雌雄。好。我隐居这寥落城多年，也该活动活动筋骨了。我可一直等着今天呢。徒手接过孽魅暗器，差点被毒死，我可不会再上当了。体魅暗器你能接住，那接下来万树飞花，你又如何应对？一招万树飞花，许久没有如此尽兴的一战。你我30年之约的这一战，本该只论胜负，不争生死。于杀手而言，没有胜负，只有生死。只可惜呀，可惜什么？可惜，方才你那瞬杀一剑，消耗了太多真气。也可惜，你以为自己是执旗者，却没想到，
也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。墨玉，不是跟你说过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用你插手吗？有人想趁你和唐二老爷决战之时，对你不利。一石二鸟。老伙计，你既然在决战之时动了杀心，你也晓得我这个人追求一个公平。雪落一枝梅，黄泉路上我会歇歇脚，可别让我等太久。大家长，我们立刻回安河，找我们家最好的药师帮你疗伤。不能回安河。苏、木、谢，你说他们三家等我受伤这个消息，等了多久了？刚才那些暗算我的人，根本就是他们的人。可去钱塘城，我在那里有一个故人，是药王辛百草的小师叔。找到他，他叫白鹤怀。明德11年初春，距离上一次引发江湖浩劫的魔教东征已经过去了3年。如今的江湖平和安宁，少有争斗，而暗河藏身于黑暗之中的最强宗门，由苏、谢、穆3姓组成的刺客组织，却在此时因为3家之首大家长的中毒而即将迎来巨变。这江湖甚至于朝堂之上的短暂平静，也将因此而被打破。穆名策已经重伤，看来我们需要选出新任的大家长了。他本来就已年老，而且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掌控。那便传信给3家，若大家长身死，谁若能率先夺得绵龙剑，回到提魂殿复命，谁便是新任的大家长。这是要让暗河大乱呢，于大乱之中，才能诞生新的暗河之主。白鹤药府到了。你的谢引将，他们要来这里寻找名医。是啊，大家长身中奇毒，命不久矣。而此处就住着药王的隐居的小师叔。我们苏家老爷子说，希望这个小师叔可以不要出现，或者说，从未存在过。别人都是一口槟榔一口烟，飘飘欲醉做神仙。这叔，你吃的怎么是话梅啊？以前有个女人和我讲，槟榔对身体不好。哦，你是不是？我就不吃了。哼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礼貌了？学苏沐雨啊，杀手临门，有礼有貌。可是这位神医似乎不太给面子啊。许是这位药王师叔年纪太大，耳朵背了，你要考得再响一点。师叔，你这是敲门吗？我看你是要杀人啊！我们不就是来杀人的吗？
谁呀？敲门敲得那么大声，耳朵都要聋了。姑娘，敢问你家老先生是否在府上？我家老爷他出门巡诊去了，要不我帮你们去找找他。那便麻烦姑娘了。你干什么？哎呦，抱歉抱歉，一时手滑。来，这个啊是祥宁膏，姑娘呢擦到脸上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你那个红痕就会恢复如初。有毛病。可引药蛇追踪的香凝膏，这种小伎俩也想骗过我？这位姑娘，你是医者？怎么？难道我看起来不像吗？抱歉，无意冒犯。公子，可是要问路啊？姑娘慧眼，想问姑娘，附近是否有处药庄，名为白鹤？公子是要看病啊？我医术不错，我来看便是啊。家中有人得了重病，点名要找白鹤药庄中的神医。多谢姑娘好意。那你怎知道我不是白鹤药庄中来的呢？莫非姑娘是？那自然是。烦请姑娘速速带我去见你师父。我师父，他暂时来不了这里，但是他和我说过，有贵客来访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，想来就是公子你了吧？他让我先行随你前去。冒犯了，我需要赶时间，还请姑娘上马。我们到了。桃儿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大家长那边好像出了些问题。神医呢？我这么大一个活人站在你面前，你怎么就看不见呢？这姑娘是神医？不是，那我走了。姑娘莫怪，这是神医弟子，过来帮他师傅看一下大家长病情。姑娘，请随我进去。嗯。我觉得这里面有鬼哎！姑娘莫怕。大家长。上次我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流着鼻涕的脏孩子。我上一次见大家长时，大家长还是一个随时会准备拔刀的杀神呢。现在也随时准备着拔刀，不过头发白了而已。这手还是血红色的。行了，先诊脉吧，看看现在的大家长还能不能拔出刀来。收起你的杀气，你若是不小心吓到了我，我手这么微微抖一下，
你们的大家长可就死定了。许了一枝梅。没错。你怎么做的还活着的？我的魁替我挡住了那一枝梅，我只种了半朵梅花，还能勉强撑着。这可是唐门唐二老爷的独门奇毒，号称唐门第一，天下第二，仅次于温家家主所创的镜花月。据说除了唐二老爷本人，无人能见。唐二老爷人呢？被我杀了。暗河大家长也亲自接杀人的任务。敢问姑娘，是否能医？我们药王谷的名言便是：只要没死，便可以医。只是，姑娘有何需求，但说无妨。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医当然可以医啊，只要银子管够。看来对方是识破了你的伎俩，这才走出了多久，就把这药瓶给丢了。看来我们是搞错了。什么错了？我们方舟里是真的生意。还好，我也做了些准备。哦。哼。行了，你帮我找个住的地方吧。这来来回回的太麻烦了。不让你师傅再来看看了？我师傅，他早就入土为安了。你们怎么老想着要他从地底下爬出来啊？什么？药王的小师叔已经死了？沐雨，你错了。你眼前这位就是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，药王谷一脉祖师李宇珍的关门弟子白鹤怀。医者白鹤怀，见过暗河大家长。见过暗河的魁大人。魁大人，我肚子饿了。神医见谅，行走在外，哪有什么珍馐佳肴，只有这个了。无妨，有的吃就不错，总比在药王谷吃我师兄煮的药膳强。你是不是很好奇，我是如何看出来你的身份的？既然神医与大家长是旧识，想必也听说过我们。小时候师父为了哄我好好学医，便给我讲故事。他的故事里呢，经常出现一个叫做暗河的组织，由苏、谢、穆三姓家族组成。他们的统帅者便称作大家长。大家长座下有直属刺客团诸营，其中最强的12人以地支12校为代号，而他们的统帅者便是魁。今日我见到的这些人，他们以生肖为面，唯你戴血红恶鬼面具，随侍大家长左右。你不是魁，还能是谁？神医对我们的了解，比我想象中更深。我还知道，每人的魁都是当做现任大家长培养的。这上一任的魁呢，他死了。抱歉，这些隐秘之事无法与神医细说。可是上一任的魁，他是我的父亲，这也不能问吗？神医说笑了。不信算了，这人是死是活对你们倒是隐秘，可是你们身份特殊，标识却如此明显，此时就不考虑隐秘了。我也曾问过同门前辈，身为刺客，本该想尽办法隐匿身份，可为何我们却明明白白地把身份写在脸上？
那人怎么说？这是意思个，你懂事吗？你怎么突然大舌头啊？不是我大舌头，是他大舌头。我想起来了，难道我白日里见到的那个人，他便是你的同门？他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根法杖，上面套满了金环？这书居然也来了。还有一个玩匕首，那是昌河。陈龙，准备一下，带上神医，即刻启程。是。去哪儿啊？九霄城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昌河。此刻我们定然已经入了他布下的局。宇哥，都准备好了。神医，这是卯兔，你随他动身，一路保重。魁大人，那便希望在九霄城中我们还能重逢。不必叫我魁大人，叫我苏沐雨便是。苏沐雨，还真是一个好听的名字。再见了。你讲的准备就是在这开等啊？谢家的刀，穆家的鬼，每一个都蠢蠢欲动，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很懒的，不如就跟在那些勤快的人后头，虽然会慢上几步，但永远不会迟到。你透露了点消息给他们，他们两家都配人来这开了。哼，真是个狡诈的小子。老爷子派出你，是铁了心要上位啊。唉，最聪明的我和最强的你，这书曾经暗河第一高手，上一任魁大人。城郊废邑，那里的好戏快开场了。走吧，哲叔，我们苏家那位老爷子该等着急了。不愧是大名鼎鼎的直三鬼，此线为界，还请二位不要逾越。谢家的紫靴鬼和刀阎罗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没劲，倒是被你一下子看穿了身份。不过我们家主听闻大家长受了重伤，心中十分焦急，想着赶快将大家长接回总堂来疗伤。大家长无碍。大家长是否无碍？还请容许千机与大家长见一面，再予以确认。不然我就这么回去了，不好交差呀。你不好交差，与我有何关系？你不想让我们与大家长相见，是否是自己意图不轨？不想让我们及时救治？是个不错的理由，但这个理由想要成立，只有一种可能：杀了你。没错。为何不敢一线？谢家的风舞之刀，不错。死！你真以为我有那么弱？寸刀劲，用得好。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子，若及时收手，那么这段时间的事情，大家长可以装作无事发生；若继续这般执迷不悟，
就别怪我们朱隐无情了。你今日是打算放过我们？暗河同门，皆是家人。走。你来了。你好像看到我不是很高兴啊，我的魁大人。我知道你迟早会到，却还是希望可以晚一点。老爷子让我给你带句话，你是苏家的弟子。如今我是魁，人中之魁，我属于暗河，却不属于任何一家。你总是这么正经啊，细点意思的没？当无名者的时候，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剑，做一个勤勤恳恳的无名者；做刺客的时候，每一个任务完成的妥妥当当，一丝不苟。现在做了魁，还是这么兢兢业业。你的大家长都快死了，你还要强拖着给他陪葬？大家长无碍，这样的传言，不该由你说起。他若无碍，又怎么会来找那什么新百草的小师叔？你杀了他，把绵龙剑拿来，你可以拿到你最想要得到的自由。是啊，离开苏家，离开暗河，去你想去的地方，做你想做的事。你知道的，暗河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，而我们那位老爷子愿意委托。若我拒绝呢？咱们姓苏，在苏家生活了这么多年，而你身为魁，跟着大家长也不过几年。你跟他的情分，能有和苏家的深？我不管你的想法究竟如何，如今我是魁，我的职责便是守护大家长的安危。任何事，任何条件，都必须在这件事的前提下。错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同样的话我已经回给了老爷子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这么说。然后呢？然后老爷子说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杀